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陆游的频道。上一集我们逛了华沙老城，也跟着小学课本去寻找了肖邦的心脏。今天我们来到老城附近的弗雷塔街16号，探访另一位和这个城市相关的历史名人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居里夫人的故居啊，就我身后这个白色的建筑，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啊，所以她是波兰华沙人。但是后来呢，她的很多的研究啊，其实都是在巴黎进行的啊，就跟他的老乡肖邦一样，他长期旅居巴黎。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拿过2个诺贝尔奖的女性的科学家。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本书上面介绍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啊，我对居里夫人印象非常非常深，因为她是为数不多那本书上出现的女性啊，而且在那个年代，女性她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啊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但是刚才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媳妇儿跟我提出一个问题啊，她就说：“哎，你知不知道居里夫人她的本名叫什么？”啊，我说我知道她的 first name 叫玛丽啊，玛丽居里，但是她的娘家姓有没有人知道？就是她的这个 maiden name 啊，她结婚之前的姓还挺长的啊。翻译成中文啊，她的全名是玛利亚·萨洛梅亚·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。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我们记住她的名字就是叫居里夫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，居里并不是她的原名，是她老公的名字啊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朝拜一下啊。1867年11月7日，玛利亚·斯科沃多夫斯卡就在这栋房子2楼的公寓里出生，并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。第一个房间介绍那个年代的华沙和玛利亚的家庭背景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家的老照片、家族族谱，还有一些收藏品。玛利亚的父母是数学和物理老师，家里也有一些实验器具，所以这个房子也是她科学梦想的启蒙地。成年之后，玛利亚先是在华沙做家庭教师，之后便前往巴黎求学。在巴黎大学，他和皮埃尔·居里相遇、结婚，并一起投身科学研究。这个柜子里就是他们曾用过的器具。从这个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模型可以看出，他们当时的科研条件还是挺艰苦的。1903年，玛利亚和皮埃尔·居里凭借对辐射现象的研究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1911年，在她丈夫去世之后，居里夫人又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，以表彰她发现的2个新的化学元素。居里夫人用她的祖国波兰的名字给第一个元素命名为 polonium 钋，另外一个元素就是镭 radium， 这个名字源于拉丁语的射线 radius。 英文中的 radioactivity 这个词也是居里夫人首创的，就是她的著作标题。扉页上放了一张皮埃尔的照片来纪念她的丈夫。这些玻璃罩子里就是当时用来测量放射性强度的仪器。接下来这个房间介绍居里夫人作为公众人物的一面，以及她对世界的影响。放射性理论问世不久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。这张照片上是居里夫人组织移动 X 光车队，奔赴战地医院，用她最新的科学成果救治伤员。除了2个诺贝尔奖，居里夫人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很多嘉奖。这些照片就是1921年访美期间，当时的美国总统 Warren Harding 在白宫接见她。这个展柜里有一些居里夫人用过的文具和个人物品，其中这个小象雕饰是另一位美国总统胡佛送给她的。居里夫人和同时代的另一位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也多次同框出现，特别是1911和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。这张被称为史上最强朋友圈的合影，汇集了全球17位诺贝尔奖得主。爱因斯坦坐 C 位，而居里夫人是照片中唯一的女性。居里夫人也致力推动女性教育和平等权，在她的坚持下，诺贝尔委员会第一次把女人的本性而不只是夫姓写进获奖证书。这个房间复原了居里夫人晚年在巴黎的住所，因为长期受到辐射，
他患上再生不良性贫血，1934年在法国的疗养院中病逝，享年66岁。居里夫人是波兰民族的骄傲，但作为规划入籍的法国公民，她在法国一样备受尊崇。1995年，居里夫妇的遗体被移到巴黎的先贤祠，她也是首位凭自身成就安葬在先贤祠的女性。居里夫妇育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伊蕾娜受父母影响，也成为了科学家，而且也拿了诺贝尔奖。伊蕾娜和她的丈夫都任教于巴黎大学。1937年，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成了他们的学生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芙居里是名记者和作家，最后的这个展厅就是关于她为母亲写的传记。好了，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就到这儿了。展品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多，而且比较遗憾的是，并没有看到她小时候的房间陈设。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对居里夫人感兴趣，那她的故居是一定要来的。在巴黎也有一个居里夫人博物馆，以后有机会我也准备去看看。傍晚，我们又来到华沙的另一个名人博物馆。这个建筑曾是17世纪的奥斯卓斯基宫，2战之后经过重建，变成了肖邦博物馆，纪念这位传奇音乐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。除了华沙的主馆之外，在他的出生地还有一个分馆，这里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可惜我们时间有限，只能走马观花。最主要的展品包括肖邦亲笔写的乐谱和手稿，通过上面的修改和注释，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他的创作过程。再就是一些肖邦的私人物品，比如他的笔记、通信，还有给家人的贺卡等等。其实肖邦小时候就是一个公认的音乐神童，6岁学习钢琴，8岁便开始公开演出。这块金表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 Angelina Catalani 送给肖邦的。他在1820年访问华沙时，听了年仅10岁的肖邦演奏之后，被他惊人的才华所打动，于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把这块表作为礼物送给他。肖邦博物馆里肯定少不了钢琴，这架1848年制造的大钢琴是他用过的最后一架，也见证了他的生命末期，非常有象征意义。这个博物馆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这个多媒体互动体验的空间，你可以选择不同时期的肖邦作品，通过耳机听，或是坐在带音响的 pod 里面，一边休息一边静静的欣赏。音响效果很好。另外，每到周末，在博物馆楼下的小音乐厅里，都会定时举办音乐会，由华沙本地的年轻钢琴家演奏肖邦的作品。我注意到台下的观众除了普通的游客，也有学校组织来的学生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感受肖邦的音乐，既是历史的延续，也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钢琴爱好者或者对古典音乐感兴趣，那这个博物馆就更不能错过了。下一集我会去探索华沙的2战遗迹，并打卡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《钢琴家》的取景地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